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来到了山西的介休，今天来看一个极其罕见的地方，地上是古堡，地下是暗道，也可以称之为是地下长城。就地面上的古堡跟我们在山西其他地方看的古村落有点类似啊。另外呢，就是地下那个长城呢，距离非常长，里面呢生活设施也有很多，可以供人长期在里面生活，这是极其罕见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去看一下这个古堡和这个暗道到底是谁修建的。前方看到的这些是这个古堡的寨墙，刚好就挨着停车场，一下车就能看到。高的地方大概也有7、8米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寨墙啊，历史是非常悠久，估摸着大概有1000多年的历史。因为这个地方早期大概在1400年前吧，这一块算是一个军事重镇，历史上很多有名的那些将军呢，都在这里屯兵，都在这据守，所以说这里历史也是非常悠久的。另外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一块呢是有一个沟，就证明这一块它是属于临沟的一个古堡，三面临沟，一面呢临山。这个古堡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就是下面的地道，也可以说是地下长城。我们在这一块看到是出入口，那么整个这个古堡下面呢，它的地道，我们说地下长城它是分为3层的。比方说1到10米是1层，10到20米是1层，20米到30米是1层，总共是分为3层，密密麻麻的，非常有意思啊。很有可能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下面呢，也是有那个暗道的，或者可以这样说，整个这个古堡下面呢，全部是贯通的，长度大概是有10来公里，是非常罕见的。可以说整个古堡下面基本算是挖空了。我们说它是地下长城，也可以说是地下宫殿，或者是地下城堡，因为它里面呢是可以生活很长一段时间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进去参观了。这个地方是叫做张壁古堡，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我已经检好票了，我用的是年卡呀。张壁古堡地道，在南门的对面有个关帝庙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这一座关帝庙历史也是挺长的，大门，然后这边是仪门，我们也称之为是屏风吧。这里面空间也比较大呀。哎，看到有几位师傅道士在烧香。这个关帝庙呢，大概是明末清初建立的。在明末清初，社会动乱，民不聊生，当时呢就有很多盗匪，某一日啊，贼寇来入侵。只见堡下冲着一位手提大刀、骑着大红马的赤面大汉，吓得这些贼寇落荒而逃。老人们都说是关老爷显圣，于是建起了这座关帝庙。这一看都是清朝的。这座关帝庙明末清初修的，后面到了乾隆有经过重修。所以这些应该就是乾隆那个时候留下来的，200来年的历史。双龙戏柱，这有块牌匾，写的是亘古一人，是对关公至高无上的褒扬，非常精美啊！上面全是壁画，我都感觉有一些地方可能贴金了，而且可以看到很多龙，这个阙地啊都是龙。为什么关帝庙会有龙呢？主要是关羽后面的身份不一样嘛，关圣帝君等于是帝王一样，那用龙是肯定可以的了。大家数一数，这里有多少个龙？全部都是啊，有10来条龙。那再进去之后就是正殿了，供奉着是关羽的塑像，可以看到高大雄伟，面容比较威严呢，身披铠甲，他手上没拿东西啊。他的武器是在旁边，左右两侧呢就是关平和周仓了。
同样呢是栩栩如生。这边呢是它的帅印，在两侧呢还有一些壁画，大多数呢是关羽的生平事迹，比如说桃园三结义、温酒斩华雄，就可以说是关羽的一生。行，那我们关帝庙就看完了，现在去古堡里面走一走。这就是南堡门，当时这一块可以说是有重兵把守的，特别是上面。那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，这个门洞上面呢是有一个龙头，下面呢是有9条红石铺成的道路，象征着龙须，所以龙头龙须搭配起来了。既然有龙头，就证明这个地方在有一段时间肯定是非同一般的，要不然它不会弄龙头龙须在这里，就绝对是有身份不一般的人在这个古堡待过。这里还看到马匹，这是应该拉东西的，挺少见的。现在通过这个门洞进去，大家看一下，地上的石头锃亮锃亮的，这就是千百来年每天有人走。以前呢还有马匹，就变成这个样子了。这个大门一关闭，就隔绝了这个古堡。当然，这都是后面经过修缮的。以前的门觉得比现在厚得多得多。刚进古堡，看到一个小房间，这是附属建筑叫做更房，就是打更人居住的房间。它算是报时的人员。还有一个呢是那个警报人员，就是如果有敌人来入侵，大家就敲锣打鼓。在影视剧中也可以看到这里还弄了一些雕塑，士兵训练的场景。这边还有一个教场，也可以称之为是训练场所，可以看到很多雕塑，有士兵在训练的场景，并且呢还能爬到那个城墙堡门上去，等于是连通的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士兵训练呢？这主要是和这个古堡的性质决定的。它历史是非常悠久，那实际早期呢就是一个军事防御的。按照考证，在几千年前就有人生活，后面到了西晋的时候爆发了一个八王之乱，就是叫做永嘉之乱。北方地区呢战争冲突不断，特别是后面朝廷南移，这个北方呢更是陷入到五胡乱华时期。那个时候战乱比较多，很多老百姓人们为了生活就建张了一个古堡式的防御村落。按照考证呢，张壁古堡很有可能是当时一个将领所建，在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军事小镇。到后面北朝的高欢，还有隋唐时期的刘武珍都在这里屯兵过，那个时候算是一个军事城堡。后面是到了宋金时期，军事城堡的作用下降了，就算是开始慢慢的变成一个普通人居住的城堡。到了明清时期，很多地主乡绅他发现这个古堡的防御功能还在，于是呢就来这里建造大院居住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古堡里面就留下了很多明清时期的晋商大院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有教场，以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士兵训练的雕塑，就是还原了之前的一些场景。这边还有个点将台，那可能就是碰到有人来侵犯这个古堡，这个将军呢在这里发号施令。这边有一个高大的阁楼一样，其实这个是关哨塔，就观察外面有没有敌人来了。这一块都是经过修缮的。你看这边还有一个地道2号线入口，我们现在就不先进地道等一下看完这个村落再去地道里面转一转。以前这个关哨塔还能爬上去，现在不行，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吧，因为也有10几米高呢，一不小心的话青一块紫一块，对不对？这上面关哨塔能看到很远的距离。这个东西大家认识吧？在影视剧中经常看到这个叫木人桩，据说呢是明朝的戚继光发明的。这个主要是锻炼手部之刚强性，以及呢全身的整体活动性、步伐之灵活性。
这个好像练武之人基本上一定会。这边还有一些武器，投石机比较高大呀，这我们在很多地方看到了。现在来宝门上面看一下，这个宝墙全是黄泥土的，以前还有人走上去过呢。这个外面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关帝庙。站在上面看一下这个古堡的全景。很多古建筑啊，也有一些大院，不过看起来很多建筑呢是经过修缮的。在这个城楼上面还看到一个雕塑，有人在夜看星空啊，这可能也是在看星宿，因为这个张壁古堡它的建设就是根据中国古代的星宿文化来建造的。张壁古堡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就是因为这个南宝门呢是星宿里面的张绣，这名字就是这么由来的。我对这个不是太懂啊，但是他这么写的，这么介绍的，我感觉就是啊。现在从这个城门楼下去，这一块啊，算是一个小庙，还有戏台。我们要看的地道啊，也是在这个院落里面。先看这个庙，最后把这个古堡看完了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古地道。这一块呢，叫做可汗庙。可以看到呢，两边有钟楼、鼓楼，最前方呢是主殿，是一个面阔三间、悬山顶的。它这里呢是建在7级的台阶上面。主要呢是这个里面有个塑像比较特别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应该也是清代经过重修的。这一块是叫做可汗王祠，一听到可汗2个字，大家应该会想到，这应该是跟中国古代的少数政权有关。那关于这个地方，始建年代不详啊。不过呢，在明朝天启年间经过重修，后面呢清朝也经过重修。一进来就看到一个塑像，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不是我们常说的汉人，它是带点胡人的形象。关于这个塑像是谁，有2种说法。一种呢是东魏时期的高欢，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他的一些历史。当时呢，山西这一块呢，算是他的大本营一样。那另外一个呢，这个说的是隋末刘武周，这个人可能大家不是太熟悉啊。他当时呢是在今天的山西朔州杀死了太守，自立为太守，并且迅速获得突厥支持，随后不久呢自称皇帝。所以你看这个衣服啊，还有这个塑像有龙，衣服呢是黄袍，然后呢整体是一个皇帝的形象，所以大部分人认为这个塑像呢应该就是刘武周。为什么叫可汗呢？因为突厥封赏了他们，所以呢叫做可汗王祠。那当时呢这一块可能是他的统治范围，他也来过这个地方，或者说在这里呢建了一个军事古堡。简单说一下这个刘武周啊，他当时和唐朝还打过仗，击败过李元吉，后面是被李世民击败。现在出去，继续回到主街道上去。这条街道呢，既是走路的，其实也是排水的。你看，现在都有水呀，通过这个流下去。中间虽然是一个小的那个凹槽，这就是古代建筑的一种手法。很多地方很多古村落，它那个街道啊也是排水的。现在这个街道两边呢都是一些商铺，那实际在以前呢同样是如此。在这边又看到一个城门楼，也就是说
这个古堡里面是城内有城，它可能是分了一块区域。到了这里，里面呢是一个独立的，往前走，那可能又是个独立的，因为它建造的时候就是考虑到防御的。那或者还有一种说法呢，是这个地方在明清的时候，它里面呢算是一个大户人家，它单独把它围起来了，也有可能是这样啊。那以前这些可能就是大院了，现在是经过重修，看到没有？那边又是一个城门楼。那这样算起来，这个古堡里面就分了很多块了。这可能也是用的28星宿的原理吧。这是一个面馆，山西现在的面馆了。哦，这里应该就是以前的一个大院。这上面还有很多雕刻，这个池头好像是有那个麒麟，这应该是原版的。就这是大户人家。哇，这个下马石漂亮哎！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下马石，这里还弄了个铺手。真的是有意思。这就是山西以前的大户人家，下马石，然后呢还有那个雕刻，应该是有狮子。那这户人家呢，觉得是大户人家，看这个房子就知道了。这个门口有一副巨大的影壁，这个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。这明显看到是一个福字，但实际的话，它是叫做龙鹤符。左边呢像龙，右边像鹤，故称龙鹤符。原型呢是沉船老祖所说的龙头符，造型非常独特啊！反正全国现在只有这一个地方。雕刻呢是表达主人希望家人身体健康、福寿绵长的愿望。这边上以前都是大户人家。高墙大院，那这一块呢，肯定也是一个大户人家的院落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村子，它中间呢都是3条那个石块组成的。哎呀，如果说现在有这样一个院落，那真的是不得了啊！再看一下这个墙壁，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城中有城。这个墙壁就把这个古堡这一块分为2个区域，那到了其他地方呢，又是另外一个区域。因为这些明显看得出来是以前保留下来的。在村子的正中间看到一个巨大的槐树，有1000多年了，应该是建村的时候差不多就有了。这个槐树呢，也是对应星宿的。整个这个古堡里面，以前呢是有7棵槐树，后面石弄毁了。像这么大的槐树也是比较少见的。现在差不多快到古堡的尾部了，这边还有阿郎庙，还有真武殿，特别是这边还有个国宝叫做琉璃杯，我们找一下。这是刚古堡里面洒了一点水，因为可能是干燥一点。这边是北门，下面是通道，上面就是殿宇，就是我们说的国宝，在这个上面。以前呢，通过这里就出去了，这边道路就比较大了。绕了一圈，就等于出城了。这上面的建筑啊，就是以前我们说的殿宇这一些，也是在一个大的平台上面。现在我们看到这栋建筑不得了啊，尽管不是很大，算是面国3间，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特别是在这个下面的回廊下，是有国宝存在。那这个孔王祠
供奉的是空王古佛，他是我们汉人成佛的第一尊。这个建筑的顶部呢是明代的三彩琉璃装饰，刀工细腻，烧制精致，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这个太阳一照射是有光亮折射出来的。这个介休的琉璃是非常有名的，被称之为中国的琉璃之乡。当时北京修建故宫的时候，那些琉璃工匠都是从山西介休这一块调过去的。这个角的螭吻很有意思我们一般看螭吻呢，直接是螭吻，而这里呢，上面还有龙，这也是与众不同。反正我是第一次见的。在顶部屋脊的角落还有一个人，这个叫做无路可退，他4个角就有4个无路可退。那这4个人代表的是彭涓、韩信、罗成、周瑜，就是说他们打仗已经无路可退了。他是站在这个角落，已经无路可退了，往前就摔下了。后面呢是有追兵，就是那些屋脊的神兽。这里确实弄得挺形象的，挺有意义。这些就是琉璃，巨大的琉璃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呢，算是屋脊上面的神兽，像这是谢豸，这是酸泥。谢豸经常见了，特别是唐朝陵墓前面有很多谢豸。酸泥呢是龙生9子的第5子，这个是海马、天马、狮子、凤、龙，这些确实是挺精美的。去里面看一下。中间就是空王古佛，他原名呢是叫做田慈超，法名田善友，是陕西人。后面呢是在山西居住，先后到过太原的开化寺，还有介休的一些寺庙。最后呢是在绵山作化成真，在绵山呢还有他的包谷真身像。有机会我们再去绵山看一下。在绵山那一块有多尊包谷真身像在这个大殿下面呢，有2块琉璃杯，这明显的看得出来颜色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叫做孔雀蓝琉璃杯，这是极其罕见的，在全国仅有2块都是在这里堪称国宝级文物，价值连城。它通体是采用孔雀蓝琉璃烧制而成，颜色鲜艳，光泽温润。这2块碑呢是明朝弄的，这块碑呢是记载了这个空王从修行到成佛的全部过程。另外一块碑比较小一点，没那么多文字。那这里呢是主要介绍的是空王行持的修建缘起。说真的，石碑我们经常见，而这种琉璃的话是少之又少，我是第一次见。关键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上面的字是黑色的，实际也是烧制而成，差不多400来年的历史了。古代的工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那这个地面上的建筑我们就差不多看完了，现在去看一下地下长城。现在又回到南门口这里去看看地道，这明显就是古道了。以前的古道很多时候是用砖块垒砌而成的。这地方刚才来过，刚才是看的那个池，现在是看地道。哇，人挺多的。这就是地道的模型图，上面是古堡，下面是地道。地下长城，你看，基本上是贯穿了整个古堡。这一块是南门，这是进口，从这里进来，然后就开始进入地道。当然，这里是一个入口其实在古堡里面有多个入口和出口。你看，里面呢有养马的地方，还有陷阱，还有那个疏散通道。
还有士兵居住的地方，就等于是窑洞，还有排水口。那么这个里面呢，当时是可以生活很多人的，还有水井，它大概是分为3层，上下贯通，最深的大概是20米，总的长度大概是10公里，确实是很震撼的。现在我们开始下去了，现在还是砖块，再往前走一点呢，就变成了那个黄泥土了，很深呢。反正我们算是在地下10几20米的地方行走。这个暗道呢，始建年代不详，但是大概是在隋末唐初就有了。这里面灯光都不是很亮，我还带了手电筒过来。看，这就是地下长城，1000多年了，起码的话有差不多1400年了，可能还更早。这边就是一个洞穴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很有可能是防守的一部分。比方说敌人如果进入到地道，他从这里可以攻击。这里面非常凉快啊，甚至说有点冷。这边都是经过修缮的，原本的话应该是没有这么好走，因为地下还铺了一些砖块。这边还有个马厩，就是说这里以前还养马，因为如果敌人攻破了古堡，那上面的古堡的人他们就来到了这个地下长城里面，那马匹也会弄进来嘛，特别是比较重要的马匹，那就养在这里。他可能在这里喝水、吃东西。这里呢是经过加固，你看原本的话应该是有点破损，毕竟是经过了1000多年嘛。继续往前走，现在呢等于是一直往下走，这个坡度还是挺高的。你看这里也是有个通道，等于呢这个地下长城是4通8达的。我们刚才说了有很多个出口，那这里就是其中一个，锁住了，我们就不过去了。这边是一个指挥所，就是说将军呢在这一块指挥，这也是一个窑洞，叫做指挥窑。如果说敌人比较强大，那么他们就全部躲入到地道，在这一块指挥。我们去看一下陷阱以及一些其他人居住的那个窑洞。这个将军窑既是指挥所，也有可能是他休息的地方。到了这一块就相对来说平缓，我现在应该差不多在地下10来米吧。这个高度一般是在1.7米到1.8米左右吧，不是太高。宽度的话就大概是1米，因为这些地下通道暗道不可能弄得太宽。立体3通，就这里呢应该是一个排风的，或者是说算是一个观察的，因为在这里啊能够听到上面的声音，它应该也是在某个房间里面，或者是说在这里呢可以打击偷偷进入这个房间的敌人，它也可以上下爬的。你看还有一些踩脚的，所以称之为立体的嘛。并且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传递消息的场所。我现在是在第3层，那实际来讲的话，第2层也是可以连通这里的，就是互通有余。这边前来参观的人还挺多的，应该是一个旅行团。那前方又看到一个东西，这应该就是陷阱了，就是说万一有敌人攻打进来，在这里呢铺了一层那个树叶或者小木枝，上面弄一些黄土，那就踩下去就掉进去了。现在这个里面呢其实是比较暗的，大家应该也看得出来。那么在以前他们逃到这个地道里面，我觉得应该会点一些蜡烛，要不然完全是看不清的。如果说敌人已经攻打进来了，他们可能会把蜡烛弄掉。你看这就很黑了。
距离地道出口730米就是前面。那这一边呢，也是地道的一部分，可以看到这个上升的应该是去第2层的。整个这个地下长城考证大概是1万米，也就是10公里。现在能够参观的大概是1500米，其他的还没整理出来。那这些地方是不是以前放灯光的一些地方啊？就可能是照明的。像这么长的原始暗道还是比较少啊，因为这直接是在黄泥土挖掘出来的。在山西很多地方都有暗道，这里看到了，然后像阎锡山的故居看到了，还有在那克南坡也是阎锡山修的。这个是出口，那这边呢也是一个通道，所以说里面呢是四通八达。还好是有灯光，如果没有灯光的话，大家敢不敢走啊？非常黑的，1400-500年的历史了。这边又看到一个孔，这个是窥视孔，就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。而上面想看下面的话，它感觉就是一个井。这边呢还能一直爬上去，是有台阶的。这离地面起码有20米啊，而且中间还有一层。所以说，以前它设计的是非常巧妙啊。说是地下暗道、地下长城，实际呢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地下古堡、一个地下生活区。就有一些我们还没找到啊，他生活的地方还没找到，实际的话是有的。往上走呢，就是第2层。这边呢还有一些，这可能是储存东西的，或者是当时也守卫在这里。这边的话在维护，我们就过去参观不了。现在往上走，进入第2层了。刚才我们在外面看模型图的话，它是分为3层吧。最深的话可能有20来米，那中间的那一层可能就10来米吧。这个地方就比较高了，差不多能够达到2米多。就这个地下长城，高的地方有2-3米，矮的地方就1米多。这以前应该是可以参观的。如果说他没有拦住，没打标识牌的话，大家走在里面弄不好呢会迷路啊。这应该是下去的，看到有坡，这边还有个枯井，那就证明以前在里面生活，它是可以在这里取水的。我们还只是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，有井就证明是可供应人长期在这里生活的。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模型图，它里面还有用来居住的窑洞，这就证明可以长期生活。只是说现在我们能看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像这么大的工程，我猜想当时可不是普通人修建的，应该是驻扎在这里的军队修的。在这中间还看到一个小的壁龛一样，这是传声筒，就人站在这里啊，可以和上层和下层进行对话，就让他听到。这也是一个非常精巧的巧妙的设计啊。那么在这一块时时刻刻是有人守卫着的。这还好是经过修缮的，如果没经过整理，你走到这样的暗道里面，确实会紧张啊。说真的，现在是有指示牌，我们能在里面顺利的走。如果没有指示牌，或者说把这个门打开，灯光也打开，还是有人会迷路的，绝对是有的。
这边算是绕来绕去。现在我们上去了，基本上现在能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就证明我们离出口应该是不远了。这个是上坡，应该马上就到1层了。还是得说一下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那个用来住宿的窑洞好像是没有看到。这里面确实挺大的，1米地道。哦，这进入到其中的一个窑洞。这来到了出口啊！我们刚才就是站在那一块看下面的。不过那个门锁住了，我们出不去，得从其他地方出去，又回到了地道里面了。说真的，你现在这些开放的暗道，如果没有标识牌，都很有可能啊会迷路。这就是中国的建筑，古代人们的智慧。这边还有一个储水窑，就是假如说在这个暗道里面居住，那边有枯井把水运过来。因为毕竟不可能每个人去刚才看到枯井那里取水嘛，它可能存在各个角落。那有可能呢，这边呢还有人做饭。这个地道里面到处有一些牌子，写了"天下星象第一村"，也可以称为中华星象第一村。这边是一个通道。这边也是。哦，现在终于快出去了，应该是。我在这里面转了很久啊。哦，又这么长。我现在都搞不清楚我在哪个位置了。又有了。哦，俘虏窑，就这个地方抓到一些敌人，就把他关在这里。你看，还绑着的工具。这边是伏击窑，就跟上面看到的是一样嘛。一个士兵躲在这里，如果敌人路过的话，可以把那个枪弄出来。这边还有刑房。2个作用，一个呢是审问犯人，另外一个呢是审问自己的这些叛徒，就等于像监狱一样的牢房。这边有什么？应该是一个出口吧？看一下。这边非常小啊，这个就没有经过完整的修缮。也没有路，也没有标识牌。哦，应该是回到这里了。刚才我们爬的这一块算是藏兵洞，没有标识牌。刚才我还有点紧张呢。藏兵的地方，主要啊
是这一块通道非常小，这边才有几十厘米宽。这当时士兵藏在这里，可能也有点憋屈啊，就是有点压抑。回到主路有标识牌，没那么紧张了。在这一块，大家发现没有，是有点不一样的，很多防御性的在这一块都体现了，就有很多单独的小窑洞。啊，这边也是一个通道。出口方向。哦，这边应该是将军休息的地方。刚才我们看到将军指挥的地方，那这里应该就是他休息、睡觉的地方。那边还有一个传声筒，就是如果有紧急事情的话，上面的人通过传声筒说到这里，将军的话马上就知道了。因为毕竟如果是在地道里面跑，通信兵传的话会慢一点，而这个传声筒的话就更快。那等于现在我们就出来了。这是灵沟的方向。刚才我们应该是在那个位置，就刚才那边有个出口，但是门锁住了，出不去，所以呢，我们又从里面绕到这一块来了。那现在要出去，还得从这里面钻出去，所以说复杂吧。我感觉我现在在里面已经走了半个小时了。在古堡下面的崖壁上面是有多个地道出口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块是，这一块也是，这是我们刚刚出来的地方。等一下呢，还得从左边那个再进去，就是这里。这边有个撤退通道，就是说，万一敌人攻打进来了，那越来越多，他们抵挡不住，就通过下面这个撤出来，应该是撤到外面的沟里面去，或者撤到其他地方去。太震撼了！怎么现在又是往下走了？往下走应该是越来越深的，我要往上走啊！现在里面就我一个人了，刚才还碰到一些人。这里还有个观察的地方，应该也可以称之为观察哨吧。在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洞内的情况。那实际的话，洞内看这边，很多时候由于光线昏暗是看不清楚的。加紧走吧，整体早点出去，千万不要熄灯啊！熄灯我就有点紧张了，因为现在我手电筒已经没电了，就一开始有电，忘记充电带下来。这又出现一个小窑洞，士兵窑，就士兵休息的地方，或者是说换岗，就是在这里。应该快了吧？我都在这里面走了半个小时，我有点不想走了。啊，距离出口110米，那快了。这些都是士兵休息的地方。这边是水井，看情况现在还有水呢，因为有水柱。这个地道是怎么被发现的？是上个世纪有一位当地的村民放羊误入这个地道，后面呢就被人们熟知了，算是开发出来了。在这个地道里面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，从上层到中层再到下层，全方位的感受了一下这个地下长城的神奇。说真的，走在里面能够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压迫感呢。特别是刚才我们看那个长滨洞，那里比较窄小，还好是有灯光，没有灯光的话就更不得了了。所以我们也能够想象出来，当年士兵在这个暗道里面的不容易啊。那这一块就算是出去了。
终于出来了。这应该是在某个房间里面，这些暗道都是贯通整个古堡里面的，还真的是一个房间。这个地道的出口，它弄成的是一个柜子的形象。一般的人看到这个房间，以为这个角落呢是一个柜子，谁也没想到这是一个地道的出入口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那这一看就会发现呢，实际不是的。以前上面是有东西盖住的，然后这个门也会关住，然后稍微装饰一下，它是看不出来的。这就是古代人的智慧啊！终于从这个地道出来了。到这一块呢，这一座古堡和地下长城就差不多看完了。走在地面，感觉这个古堡和我们看的山西其他古堡差不多，甚至可能比不上。但是呢，它这里去保存了国内算是唯一的琉璃碑。另外就是我们今天着重看的这个地下10000米地道，这也是非常少见的。不光是在山西少见，在全国也是比较少见的。反正我在这个古堡呢，算是感受到了历史厚重，也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。在这个地方啊，值得我们细细的浏览，细细的品味。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